风小姐一大清早就来找叶先生，我想你还是过去跟他谈谈吧。哦，外边没有什么人，你放心吧。如果有什么情况，我会及时通知你的。好。冯医生，韩主编，锦堂他今天有事儿，一早就出去了。你有什么事儿方便的话，可以告诉我，我转告他。哦，其实也没什么事，我就是过来看看你们，看看你们有什么需要的，我可以帮忙。暂时什么都不需要，亚当神父非常照顾我们。那就好。亚楠呢？他现在情况怎么样了？他好点了没有？啊，亚楠他挺好的。冯医生，真的很感谢你，从一开始到现在，你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。你是一个心地善良又有正义感的女子，但是有一点你要记住，在这种形势下，你一定要注意安全。渡边他们逼急了，什么事都做得出来，像这样危险的地方，你以后就别来了。嗯，我明白，这也会给你们带来麻烦。那倒不是，我知道你在担心锦堂，你有可能不理解他的这些行为，甚至不知道他究竟在干什么。但是我可以告诉你，他所做的一切，都是为了这个国家，为了这个民族。总有一天，你会为他骄傲。嗯，我相信，他一定可以做得很好。你放心吧，我会叮嘱他，叫他小心点儿。谢谢韩主编。你赶紧回去吧。好，那我先走了。好。有没有办法进教堂再仔细查一查？我已经查过了，教堂里面什么都没有。可能那个教堂真的是没有人。嗯，是吗？这样，去打听一下教堂里最近每天消耗的菜和米面的量，再问问以前卖菜给教堂的人，让他们去统计一下，看看是不是有什么变化。啊，这真是个好主意。现在最难确定的就是叶景堂，因为我们从没见过他，所以教堂周围还是要派人盯紧。什么人在什么时候从教堂进去，又在什么时候从教堂出来，都要记录下来，看看有没有什么异常情况。我明白。这样，你给我同时记录一下冯宇飞出入教堂的时间，然后做一下比对，重点查相应时间段里出现的人。明白了。那您说有没有这种可能？叶锦堂跟韩东林已经开始合作？不排除这种可能，因为到现在冯楚良那里都没有和叶景堂有所接触。或许叶景堂已经发现了冯楚良的问题，你尽快找到叶景堂和韩东林的下落。现在很难说他们手上到底有没有唐宗年的情报。我们必须在加号计划正式开始前解决这个麻烦，必要的时候放一个假消息出去，引叶景堂或者韩东林出来。我现在知道了，
那个渡边一直急着追的唐中年，是因为唐中年手上的情报一定跟嘉豪计划有关。上次啊，我们在码头错过了机会，这一次我们绝对不能再错过这次机会了。那我们该怎么办？情报在景堂手里，他要展开行动。渡边要防着景堂对他的计划进行破坏，这鹬蚌相争，我们只要从中渔翁得利就行了。哦，有道理。现在我们就是等待。啊，对了，明天派个人到教堂去啊，先看景堂有没有什么行动没有。啊，慢点，派个领先的去。知道了。到照相馆以后，就找陈公吉陈老板，用我告诉你的暗语和他们接头，他就知道是自己人了。对不起，还没营业。送药水的，德国的显影水。带了多少？不多，只听说是陈老板急用的。请问您是？我找陈公奇。啊，我就是，请坐。请坐。韩主编那里有什么情况？听马编辑说，他和亚楠还在教堂里。教堂已经被渡边盯上了，所以他们暂时只能待在那儿。那你是？我叫叶景堂，我是专门负责唐东年情报线索。一旦我得到什么消息，就由你传递到教堂。那我今天晚上组织行动，把他们从教堂转移出来。不行，他的意思是不希望你采取任何行动，因为一旦被渡边发现的话，那你们的据点就都会被暴露。所以现在待在教堂相对来说比较安全。还需要我怎么配合？尽管和我说。我可能马上要出去办件事儿，也许麻烦你今天就去一趟教堂。好的。这是通利银行。对，这就是唐宗年临死前提到的通利银行。你把这些照片交给韩主编，
让他熟悉一下通力银行周边的环境，可能对他会有所帮助。还有，你告诉韩东林，汤宗年临死的时候说的那个94322，并不是通力银行的保险柜的密码，因为通力银行的保险柜是要用钥匙开的。好，我一会儿去教堂。到了教堂，你直接去告诫室找神父，告诉他你叫海棠，因为神父知道你的代号，他会带你去见韩东林。好的。这是通力银行附近环境照片，叶锦堂交给我的。他说他已经和银行的人接触过了，他能够确定你们得到的那一组数字并不是通力银行保险柜的密码。知道了。你把他安排好了吗？安排好了，就在照相馆里面。哦，他还说让你赶快看这些照片，说不定还能发现点什么。我会尽快的把唐宗年留下来的线索解读出来。另外，你告诉叶锦堂医生，有些事情就要麻烦他了。这个叶锦堂是军统的人，我们为什么把那么重要的情报都交给他呢？你可以信任他，我们之前调查过他，他跟军统其他的人不一样。况且我已经答应了他，和他共享唐宗年的这份情报。大家都是抗日的，现在不能分彼此了。行，那我知道了，我先走了。好，注意安全。唐宗年说的那组数字，并不是通力银行保险柜的密码。那或许这组数字，只是一组编码。可是，只有5个数字，会不会是编码中的一部分呢？我觉得这种可能性不大。唐宗年临死前不会把这几个数字单列出来。也许是我们把问题想复杂了。如果我们把那组数字和银行分开来想，或许两者之间并不存在一定的关系。可这到底是什么呢？你们南京方面提供的这批黄金非常及时，是我们继续推进整个东亚战略的重要保障。这对我们来说真是莫大的帮助，非常感谢。这次的保密工作呀，做得非常好。你看，明天我就可以把全部的黄金转交给你们了，一点问题都没有啊。这本来就是我们的工作。张先生客气了。对了，渡边先生，你们什么时候起运这批黄金呢？也就在这几天。那就太好了。我也希望你们尽快的把这批黄金运走，放在我的华兴银行啊。哎呀，让我寝食难安啊。放心，既然来的时候没有出问题，那我们转走的时候也一定能保证万无一失。你就放心吧，不会走漏一点风声。太好了，渡边先生这么一说呢，我就放心了。过2天我就可以去南京交差了。教堂那里情况怎么样了？科长，我们的人已经打听过了，教堂里的伙食量明显比之前要多，看来教堂里的确有人藏着。那就一直围着。我倒想看看他们到底能够坚持多久。嗨。对了，这是我们今天在教堂门口拍到的这个人，您看看。这个人有什么问题？这个人一大早就从教堂里出来了，但是在他出来之前，根本就没有人进去过。那会不会是教会的人？教会里之前根本就没有这个人。而且我们也可以肯定，
这个人绝对不是昨天晚上进的教堂，因为我们那边一直有人盯着。继续查，看看这个人还会不会出现。开车。主编，你有什么新发现吗？我在想一种可能，这组数字会不会是什么特定的符号？特定的符号，到底会是什么呢？9、4、3、2、2。难道是电话号码？通了，没有人接。那明天我们再打。不行，不能再用这个电话打了，容易暴露。明天让锦堂查一下，看看这个电话究竟是哪儿的。好。那批黄金怎么样了？今天我和南京方面的张永堂见过面了，南京那里明天会运来最后一批黄金，这批黄金到了之后，就可以运回日本了。越是最后，越不能疏忽大意。这批黄金关系到以后整个东南亚地区和太平洋地区的战事，是我们前线胜利的保障。一旦出了问题，就会影响整个战局。我明白，请放心。黄金一定会安全运出。最后1个星期了，1个星期之后，加号计划就要正式开始了。我不愿意看到的是我们的第1枪就打偏，更糟糕的是，我们的第1枪还没有打响，就被中国军队包围了。我一定全力而为，不会给计划带来任何的麻烦。汤宗年死了。但是和汤宗年一起的那几个人到现在还没有找到，这是我最担心的。听说你最近还在盯着冯楚良？是的。其实我很后悔，当初利用完他以后就不该把他留下，因为我在想这个人留下来可能会有用。可是没想到，在租界短短的几年里，他迅速发展了自己。既然冯楚良很不听话，那我们就好好的利用他。利用他？如果加号计划真的泄密，我们能做的，只能是把中国军队调动起来。您的意思是，放一些假情报出去？既然冯楚良在我们的视线里，那么这件事，通过他去做，是再合适不过了。啊，我明白您的意思了。明天上午10点，我和你一起去华信银行。南京那里的最后一批黄金将于明天运到，你负责和华信银行的总经理张永堂清点一下，过几天就全部准备转运至日本。到我明天再去教堂抽调一些人回来。不用，教堂那里的人留着，我们明天为宪兵队要人，你马上去联系一下。哎，华兴银行。租界里一家小的银行，看上去不怎么起眼，但是却有汪伪政府的背景。南京运黄金，这跟日本人有什么直接关系吗？搞不清楚。明天派个人去看看情况。那我去。不用，你留下来监听。让德任去。好吧。
现在新的电话已经从4位升到了5位，你只要查后面4位数就可以。嗯。找到了。哪儿的？是美商电报电话公司架设的，是华兴银行里的电话。华兴银行？对。奇怪了，汤总监临死的时候明明说的是通力银行，难道这件事情并不像汤总监所说的那样，知道情报的不止他一个人？你的意思是说，还有其他人知道这份情报？这样，我明天去一趟华兴银行，先确定一下这个电话是谁的，然后我们回来再做具体的分析。德善，今天你就不用送雨飞了，我让老段去，你帮我办件事儿。什么事儿？上午10点啊，华兴银行会有一批黄金运到，你去看看有没有这回事儿。明白。另外，打听一下这黄金的去向。明白。注意安全，渡边他们也会去，别给他们看到了。表啊，贴的不够好，请在这填字，这里再填一下。啊，对，在这，住址写在这里了。我会在上午10点到华兴银行，10点整，你就打94322这个电话。喂，喂，清场。今天银行暂时不营业，你们都离开。走，走，赶紧离开。我们还没办完事情呢。走走走，别废话。你来银行干什么？你赶快走，我们这样在一起很容易暴露。你到底在干什么？啊？你如果当我是兄弟的话，你就应该告诉我。我跟你说，你赶快回去。时机到了，我自然会告诉你。金汤，我不管你有什么理由，但是我想告诉你，你这次真的做过头了。你为什么还不回去复命？啊？你为什么对我们总是避而不见呢？我还在执行我的行动和我的任务，我只能跟你说这么多。华兴银行里面有什么？你是不是查出什么了？你来华兴银行干什么？没有，我和你一样，什么都不知道。金汤，我太了解你了。你为什么对我还要隐瞒呢？你就那么不信任我吗？我不是不信任你，有些话我没跟你说，但现在说不是时候。我这么做是出于保护你，你要相信我。我不管你做什么事，我都信任你，但是你不该对我隐瞒。
现在我们分开走。快进来。怎么样？查到没有？你赶紧通知一下韩东林，这个电话号码是华兴银行的公用电话。公用电话？对。不知道他给我们留下一个公用电话是什么意思？而且今天渡边也去过华兴银行，这条线索很重要。那我马上去通知渡边。什么？他们两个在一起啊？嗯，我亲眼看见的。知道他们在说什么？没有。当时我送小姐去教堂后，准备回家，正巧看见的。他们俩就站在银行对面，随后就分头离开了。金堂身边还有什么人没有？没有，就他一个人。我老远就看见他从银行出来，然后德胜就跟上去了。来人，德胜和小姐回来了。让德胜进来。好。哎呀，你们怎么才回来啊？哦，德胜哥陪我去百货公司买了点东西。嗯。哦，德胜啊，老爷在书房叫你进去。好。怎么样？华兴银行有什么状况没有？渡边今天亲自去了银行，我还看见宪兵抬了几箱东西进了银行，但因为渡边清了场，所以我只能从银行里面出来了。哦，这件事连渡边都出现了，可见来头不小哦。还有一件事，我一直在担心景堂啊。我在想，他是不是因为他的身份已经暴露了，他为了我们着想，所以他一直没露面。景堂之所以没有出现，肯定是怕连累我们。可是我们有特殊的联系方式啊，他如果拿到情报的话，应该先想办法拿回来，对不对？也是啊，我觉得不，也许景堂并没有得到唐宗年的情报，我想这个可能性比较大。你跟景堂从小一块长大，你比较了解他，我想你的分析应该是对的。但是，我们不能因为景堂没回来，所有事情都停摆。上头现在催得紧，我们的进度必须要向前。我明白了，我一定会去继续追查韩东林他们的下落。景堂没有拿到情报，我就不信韩东林他们也没有。好，我先走了。我希望你能够带些有用的消息回来。我已经等很久了。明白了，我先走了。
也不是个什么起眼的银行，怎么黄金都放在那儿？这就说不清楚了。不过有一条啊，可以肯定，这银行肯定有背景，说不定跟日本人有关系。与其说是银行，不如说是日本人利用的一个金融工具啊。这完全有可能的。我明白。你说唐宗年会不会把所有情报都放到这个公用电话里了？不可能是全部情报。唐宗年走之前说过，他把情报分为2部分，一部分在上船前给我们，另外一部分到了香港以后再给我们。我估计他放在华兴银行里的应该是上半部分。你和锦堂讲，那个公用电话有可能是个死信箱。死信箱？对，主要是用来传递情报和发布指令的。你和叶锦堂解决死信箱。怎么样？我发现了锦堂，在哪儿？他去了华兴银行。不是，锦堂跑到华兴银行干什么？我发现华兴银行的公用电话里面被动过，他在里面肯定取走了东西。你说他从电话机里取走了东西？嗯。那然后呢？然后去了一家照相馆，进去就没有出来。想想看啊，华兴银行、电话机、照相馆，这3个连不到一块儿啊。汤总年留下的是一个微缩胶卷，你赶快抓紧时间把照片冲印出来。我这里可能不行，冲印不出来。为什么？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，它不是一般的微缩胶片，它是最新型的微点胶片。
我这只能重印 FD3的微缩胶片，可是对于这样的微点胶片，我这实在没有办法。那哪儿可以重印这样的胶片？据我所知，上海有2套这样的设备，一套是在圣约翰大学里面，是莱姆教授新进的设备；另一套就是在虹口的日军司令部。那也就是说，我们只能考虑圣约翰大学的莱姆教授。嗯，这个人什么来的？他是圣约翰大学的物理教授，英国人。这样，我尽快联系韩主编，看怎么样能联系上莱姆教授。在上海，除了莱姆教授之外，只有日本军部那里才有。对，除了找莱姆教授外，就没有别的办法了。可是莱姆教授是个外国人，找他帮忙可能会有点难度。是啊，胶片洗不了，就等于没拿到情报。钱先生等着我们呢，我们不能再拖了。我想找莱姆教授谈谈。不行。现在巡捕房和渡边正在到处找你，你一旦出去，他们一定会发现你，太危险了。你们是在谈论圣约翰大学的莱姆教授吗？啊，亚当神父。亚当神父，您认识莱姆教授？何止是认识，我们是大学的同学，已经是几10年的老朋友了。怎么，你们找他有什么事情吗？我们有件事儿，想请莱姆教授帮忙。他每2天会过来一次，明天下午会过来，到时候我介绍你们认识。如果有什么事情的话，你们可以在这儿谈。那太好了，您又帮了我们一个大忙。你们都是冯小姐的朋友，而且我也很明白你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什么。我只是尽点微薄之力罢了。莱姆是个有正义感的人，我想，如果你们能把实情告诉他的话，相信他一定会帮你们忙的。谢谢你，亚当神父。不用客气，谢谢。你回去告诉叶锦堂，让他做好准备。莱姆教授已答应，我们马上行动。那我先回去了。我们现在基本上锁定了目标，这个人有很大的嫌疑。我们多次发现这个人从教堂里出来，然后就派人跟着他，但没想到他的反追踪能力很强，几次都把我们的人给甩了。从这一点就至少说明他不是一个普通人。他都去过哪里？您看这张。这张是在华信银行附近拍摄到的，当时我们的人只是在华信银行周边拍摄环境，为转运黄金做路线备案。但在这张照片里面，却偶然地发现了他。第2次发现他的时候，也是在华信银行，他只在里面打了一个电话，就匆匆地离开了。他进银行就是为了打一个电话？这也是我感到很困惑的地方。在教堂附近出没，又去华信银行打电话，他的目的是要干什么呢？他就是我们要找的那个叶锦堂。也许唐宗年把情报给了他。明天我去一趟冯楚良那里，让他来看看这个人到底是不是叶锦堂。冯楚良能说实话吗？他在码头杀死自己手下的时候眨过一下眼睛吗？让他认一个人，就更不是什么难事了。刚才监听渡边，
他们已经拍到了锦堂的照片，还要到这儿来找你，让你指认。哼，渡边开始得寸进尺了。既然渡边已经说了这个话了，你赶紧做准备，说不定他真的登门拜访了。不要紧，我想渡边啊，来找我确认锦堂的照片，主要的目的就是想从我这里得到一颗定心丸罢了。这怎么讲？切，你想想啊，既然渡边已经把目标锁定在锦堂的身上，所以无论我是确认还是不确认，这渡边啊，他都会把它当作锦堂来采取行动，不会因为我的话而改变的。对，这倒是。所以说，他那么做主要就是来试探我的态度，其次呢，才是确认锦堂。好了，我们不要自乱阵脚，还是照原计划进行。好。德生哥，今天怎么这么晚？今天教会有小孩过生日，所以稍微耽搁了。还没吃饭吧？还没有。你一直在等我吗？你也没吃吧？走，我带你去吃饭去。于飞，于飞，你还在担心锦堂吗？让韩东林他们一直待在教堂里边，也不是个办法。你都知道了。你以为渡边不知道吗？他们也早就觉得教堂里面有问题了，他们只不过是在等一个机会而已。于飞，我早就跟你说过，我不反对你去教堂的福利会去帮忙，但如果你要去教堂里面看锦堂他们，对你对他们都没有好处，你为什么就不听我的呢？德胜哥，这件事儿，你能不能不要告诉爸爸？我要想说的话，他们连离开环卫港的机会都没有。只不过我觉得这个事情，对不起老板。其实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我不知道事情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。我知道爸爸跟锦堂哥之间有问题，可是德胜哥，你能不能告诉我，我到底应该帮谁才对啊？于飞，这个问题也是我一直在问我自己的，我也不知道我应该去帮谁。我现在只能等待，等待他们各自给出一个答案。那如果有一天，有一个人给的答案不是你希望的，那你怎么办？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。老板最近对我也不像以前了。于飞，我不知道这次这件事情问题到底出在谁的身上，是锦堂的问题还是老板的问题？
唐宗年的情报总算有了进展，叶景堂既兴奋，又有些担心。这个小小的胶片里，藏着的是一份关系到一场大战役的情报，但明明东西已经到手，却又看不到其中的具体内容。叶景堂有些惴惴不安。愿主的圣灵赐予大家力量，愿主的圣灵保护大家平安健康。阿门。阿门。莱姆，请等一下。有什么事吗？我的一位好朋友想跟你认识，他想跟你谈点事。你的朋友？这位是韩先生，一个报社的主编。这是莱姆先生。莱姆教授，您好。你好，幸会。你们两个好好谈，我就不妨碍你们了。好，谢谢亚当神父。坐下聊。不知道韩先生找我有什么事吗？我们都是亚当神父的朋友，我想我没有必要隐瞒我的情况。我虽然是报社的主编，但真实身份是中共地下党。谢谢你这么坦诚。我们有一件事想得到莱姆教授的帮助。请说。我们最近刚刚得到了一份情报，但这份情报却是在一张微点胶片上。你要说的是冲印微点胶片的事吗？对，因为在全上海，只有日军司令部和你那里有这样的设备。我想告诉你的是，并不是我不想帮你，因为这种设备很特殊，所以对于它的管理也很严格。只要我一用过这套设备，日本人就会知道。他们每个月都会来检查一次设备的使用记录，而且所有用过的胶片必须留底。我知道你们共产党是抗日的，所以你们拿到的胶片肯定和日本有关。关键在于，如果我给你们，按照规定，你们必须要把这个胶片留下。可是这样，我又觉得这份情报对你们就没有意义了。莱姆教授，您能把冲印微点胶片的技术教给我吗？难道你想去日军司令部冲印吗？对。不行不行，这怎么可能呢？冲印微点胶片至少要2个小时。难道你在日军司令部2个小时不会被他们发现吗？太危险了，这不可能。再说，你连靠近日军司令部的机会都没有。我知道，完成这个任务的几率几乎为0，但是只要有一线希望，我们就会全力以赴。无论出现什么情况，我们都做好了最坏的打算，因为我必须完成这个任务。听你这么说，我倒是对这份情报有些感兴趣了。到底这份情报有什么内容？是从一个南京汪伪政府官员那里得到的，他准备投诚抗日，就把情报带了出来。可是他既然准备投诚，为什么不可以直接告诉你们内容？他已经死了，但是我知道，胶片里的情报是关于一场决定中国战局命运的大战役。我没有别的选择，我必须给所有在这场战争中遭受创伤的人一个交代。我虽然不了解你们共产党，但我知道，我和你们比，还是差了那么一些坚持的。韩先生，
是你让我对这场战争的结束有了那么一点希望。明天中午，你们带着胶卷到我的实验室去找我。谢谢你。和莱姆教授谈得怎么样？莱姆教授已经答应帮助我们了，谢谢你，亚当神父。啊，不用谢。相信所有有正义感的人都会选择站在你们这一边，这一定是被你们的坚持和责任感染了。希望你们能够成功。亚当神父，莱姆教授这次帮了我们，肯定会被日本人发现。这件事势必牵扯到莱姆教授全家的安全，所以我有个计划。在拿到照片之后，立刻把莱姆教授和他的家人转移。其实莱姆早就想离开上海，因为重庆那边的大学早就给他发过邀请，只是因为日本人一直盯着他，所以他始终没能成行。我倒是觉得这是个机会，如果你们真的能够做到的话，我赞成你们的计划。好，那就请您立即通知他。好，再见。再见。今天这个人在教堂附近出现过吗？今天这人没有来过，但是今天莱姆教授去过教堂。哦，莱姆教授一周去教堂2、3次。那个亚当神父是他的好朋友，两人关系很不错。难道他们会约在教堂见面谈事？我觉得不能排除这个可能。要不我派人去盯着。你马上派人盯着他们。我觉得，虽然我们不能确定他是不是和叶景堂有所接触，但是还是防着一些的好。那我现在就派人过去。教堂里的这个人，一旦再出现的话，就立刻打电话给我。我马上去找冯楚良确认。科长，你有什么新的打算？既然在教堂里我们不好动手，那我们就等他出来。他要是去莱姆那里的话，就在莱姆那里把他解决掉。我明白了。那要是教堂里还有其他人呢？哼，一个一个的解决掉，我有耐心，而他们已经没有时间了。老板，怎么样？什么状况？我们盯梢的人发现莱姆去了教堂，而且还和一个人说了话。什么人？看不清楚，光看到背影。我就怕锦堂认出了我们自己的人，就让他们在外面观察。这个人有可能就是韩东林。这几天他们跟莱姆教授接触频繁，我想之前我的推断应该是正确。他们拿了那个微电胶卷到莱姆教授那边冲进去了。那我们是不是要行动啊？不要！这教堂已经被渡边给盯死了，我们没机会下手。老徐，一会儿让德胜到店来找我。知道了。怎么样？好消息，莱姆教授答应帮助我们了。那就好。他让我们明天中午去他的实验室，当天就能拿到照片。那我明天就带胶片过去。韩主编让我提醒你一下，莱姆教授那套设备，日本人一直在监控着，所以明天你务必小心。我会注意的。好。
老板，啊，你找我？哎，来坐。坐。德善，从明天开始，你不用去送雨飞去教堂了，让老旦去就好了。怎么了？有什么问题吗？没有，我给你安排新的任务了。什么任务啊？我发现锦堂了。锦堂在哪儿啊？就你每天去的教堂啊。你每天送雨飞去教堂，难道你都不知道吗？我不太清楚，我每天只是负责接送雨飞而已。哦，那这是雨飞的不对了。明明知道锦堂在教堂，也没告诉我。老板，这也不能怪雨飞，或许他也不知道锦堂在教堂里边。或许你们是对的，德善啊，你说我究竟还能不能信任你们？当然，您为什么会那么问呢？我没想到锦堂会突然之间变成这个样子。真的，我真的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。这几天我想来想去，是啊，你们都长大了，应该有自己的想法、自己的生活，我不应该再强迫你们。所以，从现在开始，你们可以选择你们自己的道路。老板，我不知道锦堂究竟是怎么了，但请您一定要相信我对您的信任和忠诚。您交给我的任务，我都会去完成，这本该就是我的职责。那如果让你杀了锦堂呢？老板，您说什么呢？如果给你的命令是杀锦堂，你会怎么做啊？老板，事情还没……回答我的问题，你会怎么选择？选择信任我呢，还是选择信任锦堂？不要犹豫。我想知道为什么。德善，我也想知道为什么。啊！当我知道黄卫岗明明曾经有人做过，而你却什么都不告诉我的时候，我想问为什么？当我知道雨飞身上的那血迹明明跟锦堂有关系，你却还在为他开脱，我也想问为什么。德善，你还要问我为什么吗？老板，我承认我是隐瞒了一些情况，但我也是迫不得已啊。我不知道您和锦堂之间究竟发生了些什么事情。我认为只是一些暂时性的小误会而已。我不想让事情发展到无法挽回。已经无法挽回了。很明显，锦堂带着情报背叛了我们。如果你是我，你会怎么办？如果你做不到的话，你也可以跟锦堂一样离开我，我不会怪你。说过，你们都长大了，有自己的理想，有自己的生活，想要选择什么样的道路，那是你们的自由。我可以容忍你们离我远去，但是我绝对不容许你们的背叛。你们可以选择任何的道路，但是绝对不能成为阻挡我前面的那个人。而锦堂就恰恰挡在我的面前。
老板，我没有别的选择，也不允许我有别的选择。我不会成为阻挡您前进的那个人。如果景堂真的背信弃义的话，我可以杀了他，也必须杀了他。从唐中年事件一开始，他就跟韩东林走在一块儿。明天，他就会带着威典将军去冲义，拿到了情报，他就会投奔共产党。你说这算不算背信弃义？这算不算背信弃义？你说？嗯？告诉我。德胜，记住你刚刚说的每一句话，要为他负起责任。明天你就到圣约翰大学去盯着莱姆教授。如果景堂到的话，你的任务就是把威廉将军给夺回来，同时杀了景堂。明天你就到圣约翰大学去盯着莱姆教授。如果景堂到的话，你的任务就是把威廉将军给夺回来，同时杀了景堂。德胜，这是战争，不能留任何亲情和友情，更不允许有任何的怜悯和犹豫。一场战争的开始，不是他死，就是我亡。我知道，我知道你跟景堂手足，但在某些问题上面，你必须要坚持你自己的原则。怎么了？面对景堂就没信心了吗？说话。我知道我该怎么做了。开始总是痛苦的，想要结束这个痛苦啊，就看你的了。啊！是景堂带的情报背叛了我们，这一点，尽管我也不愿意去相信他，但他已经是确定的事实了。所以，我问你，如果我命令你去拿回情报，杀了景堂，你能做得到吗？
如果我和景堂交换一下位置，他一定不会像我现在这样无助，他一定会有办法，他一定能解决所有的问题。可是我不是他，我什么都做不了。于飞，从明天开始，由老段接送你。为什么？老板给我安排了别的事情。这件事情危险吗？不危险，我过不了多久就能回来，像往常一样接送你。既然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，为什么爸爸不让别人去做呢？这是我自己要求的。你自己要求的？为什么呀？于飞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：你会像信任景堂一样的信任我吗？我当然会。怎么了？突然问这个？没什么，我知道这个答案就好。我知道我自己该怎么做了。到了。德胜哥，你不要再胡思乱想了。等这件事情做完之后，你就好好的休息休息，知道吗？嗯。对了，我东西收拾的差不多了，很快就要离开上海了。有一件事情，我想跟你商量一下。你还记得唐宗年吗？当然，怎么了？他曾经交给我一样东西，让我替他保管。我原以为只是暂时放在我这儿，可我没有想到，他突然就消失不见了。他交给你什么东西啊？是一把钥匙。我原来想等我找到他以后就把东西还给他，可现在看来，我已经没有时间。没有机会来完成这件事情了。其实之前我还想过把钥匙交给爸爸，但是……于飞，老板知道这把钥匙的事儿吗？他还不知道。我不知道该不该跟他说。德胜哥，我能不能把钥匙交给你？你来替我拿主意吧。于飞，我告诉你，这把钥匙你一定要交给景堂。可是，我不能去教堂啊！就像你说的，我如果去教堂的话，你听我说，这把钥匙你一定要亲手交给景堂，你明白吗？啊？我知道了。回去吧。那我走了。嗯。别忘了，等你事情完成以后，还是要来接我的。嗯，一定。于飞，我喜欢你，从小就喜欢。
亚楠，这几天感觉怎么样？这边我感觉已经好多了。你不要再留在教堂里照顾我了，赶快想办法和叶景堂一起出去完成其他的任务。你放心吧，等我能正常行动了，我就去找你们。你安心养伤，其他的事不要多想。现在叶景堂也在帮我们，暂时不会出大问题。啊，神父你好，韩先生你好。我今天已经和莱姆教授谈过了。他怎么说？莱姆教授本来就打算离开这里，发生了这样的事情，他更想快些离开这里。那时间和计划你都和他说了吗？我都跟他说了，他对你们的工作表示了完全的信任，所有一切都由你们来安排。好，亚当神父，辛苦你了，谢谢你。不用谢，祝你们明天一切顺利。我先走了。好。金堂，主编让我通知你，说这次行动或许会给莱姆和他的家人带来麻烦，所以今天会把莱姆一家人转移走。莱姆本人知道这个行动吗？他知道。我们会在圣约翰大学门口准备好车，等照片冲印出来，你负责护送莱姆教授上车，我们的人会把他带到会合地点，韩主编会亲自。都安排好了，我们的人会把这里的特高科便衣全部移开，只要把他们的注意力从教堂移开就行，一定要保证亚楠的安全。离开以后，会有我们的人进入教堂，确保这里的安全。快，好，快点！他们走了，我们安全了。行为十分诡异。这个人去了哪里？他在街上兜了几圈。去了圣约翰大学方向，这其中一定有问题。你派人继续盯着他，找一个合适的机会干掉他。嗨，我去一趟冯楚良那里，最终确定一下这个人是不是叶景堂。那我先走了。喂，老板吗？渡边又发现锦堂在行动了，并且拍了照片。现在渡边正在往那边赶着呢。好，我知道了。还需要我做什么？你通知德胜，让他立刻行动，到莱姆教授那里等着锦堂。告诉德胜，今天必须从锦堂那拿到情报。好。
老板，有人找你。周边先生，有事吗？冯老板，他是谁？叶锦堂啊。你确定？我的人，我当然不会认错啊。码头一别后，你果然学乖了很多，这才是我想要看到的合作。希望你以后能够一直保持这样。非常感谢。主编，都安排好了吗？外面车都安排好了。好，走。看到没有？这个胶片只是一个没有太大意义的载体，上面这个微点才是真正可以显影的部分。那重印出来需要多长时间？要20分钟左右。这个微点一定要放进苯胺碱溶液里，过一段时间充分反应之后，再用吸墨纸吸干，才能够显微。这需要等上一段时间，我们还是出去休息一下吧。好吧。韩主编这会儿应该把你的家人已经接到了。待会儿照片冲印出来之后，我会护送你出大学，接你的车已经在大学门口等你了。谢谢你们，能想得这么周到。莱姆教授，有件事情我想问你。你在这个大学待遇十分优厚，而且这儿有最先进的设备供你做实验，你这么一走，不觉得可惜吗？虽然这些东西对我来说确实很重要，但这并不是一切。那什么事情是更重要的？你让我说，可能我也说不清楚，但我只知道，我并不贪恋这些东西。对于我来说，能解决问题的，不一定是最贵的、最先进的机器设备，而是这里，是精神。因为只有你有了信念，有了精神，你才不会害怕和担心所有的困难。你所能看到的这些仪器设备，只不过是帮助你证实了你的思想和精神，所以它们并不是最重要的。精神。怎么样？这还是红外线胶片，看来这是在光线条件很差的情况下拍摄的。这个微点上一共有2张照片，都能洗出来吗？
您看，没问题。你看，已经显影了，只要烘干就可以出来了。这个胶片你先收好。 上。军长，回家拿走，我掩护你们。他没子弹了，快抓住他！抓快了！快！ 快走！快走！跟上！快走！走啊！
唐宗年的情报就在这份微点胶卷上，很有这个可能。那些照片你看到了没有？被那个叶锦堂拿走了。他们得到了情报，那我们该怎么办？如果真的是涉及到加号计划的情报，那就糟了。离正式行动没剩下多少日子了，千万不能出差错。唐宗年用微点胶卷拍摄的，肯定不会是自己能够拿到的文件。如果是自己经手的，他没有必要这样做。唐宗年的保密等级是多少？2级，他们只能看到我们军部的一般资料。那我估计，唐宗年拍下的很有可能是1级保密资料，这对他才能够派上用处。这么说，这份情报里包含了这次整个加号计划的作战方案。现在不能排除有这个可能。想个办法，把我们所能搜集的1级保密资料都送到我这儿来。我马上就去办。照片拿到了吗？拿到了，赶紧交给韩东林。莱姆教授也送走了。送走了。好，我现在就去。等等。你告诉韩东，这照片是我兄弟于德胜用命换来的，让他务必抓紧时间把情报破译出来。好，我现在就去。叶志堂，你疯了！我是于德胜，我是你同生共死20多年的兄弟，你竟指着我！有些话我现在不能跟你说。有什么不能跟我说的？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有什么不能一起当面说清楚的？队长，快让他走，我掩护你们。德胜，快走，走啊！对不起，到现在为止，整个事态的发展可能已经超出了我原本预料的范畴。没想到叶景堂一个人做出了那么多的事情。整个事件可能还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坏，不过我们要做好最坏的打算。我已经尽量对更多的频道实施了监控，一旦发现有异常信号，一定会彻查。我担心他们会马上把情报传送出去。如果发现了异常的情况，你要及时向我汇报，因为我们现在没有时间再做计划的调整，开弓没有回头箭，我们已经做好了蓄势待发的准备。一旦出了问题，你知道后果有多严重吗？是，我一定会尽量挽回局面，马上加派人手追查叶景堂和韩东林的下落。你能确定叶锦堂拿到的就是微点胶卷？是的，但我不能确定这个胶卷里到底有多少情报。如果唐宗年是用微点胶卷拍摄的情报，那一定是军部的1级保密文件，否则他不会花这么大的心思。我也是这么想的，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可能会变得很棘手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我们还会有时间。我们还有时间。唐宗年用微点胶卷拍摄的情报，一定是档案室的情报原件。我们所设的1级保密文件，往往都是编码
和数字组成的，这是为了保密。尤其是最重要的文件，我们很少会以文字出现。叶锦堂和韩东林就是得到了这些文件，他们也要花很长时间去解读密码。唐宗年死了，没有人能够帮助他们，他们要找人去解读密码，需要很长的时间。你必须趁这个时间长，把他们找出来。科长，银佐将军是什么意思？银佐将军的意思是，他们拿到了照片，也必须要再进行一次解码的工作，必须抢在他们解读情报之前找到他们。对了，死在莱姆实验室的那个人查到身份没有？叫于德胜，是冯楚良的人。又是冯楚良。最近我们发现，于德胜一直在接送冯宇飞。本来我还以为他不是行动组的人，哼，但没想到他确实是军统行动组的。这个冯楚良，竟然在这个时候还敢和我公然对抗，我倒要问问他，他想干什么？于德胜能配合叶锦堂把照片拿出来，这一点倒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。但是现在于德胜一出事，冯楚良那里肯定会有所行动。我虽然现在还不能确定他的行动是什么，但是肯定会影响到我们。是啊，冯楚良现在身边缺少了叶锦堂跟于德胜2个人，他一定会遇到很多麻烦。还好我们走在他前面，主动权在我们这儿。如果要想解读这2张照片，难度确实非常大。咱们先从这第1张照片开始解读。唐东年和我说过，他给我的情报是和日军马上要开始的加号计划有关。这么说，这有可能是一份作战计划。从第1张照片上来看，倒是能看出点时间来。但这一组组的数字，怎么又和日军的作战计划有关呢？这个唐宗年到底要干什么呀？他既然留下了情报，为什么不留下一些明确的文件？他这样做让我们一点头绪都没有。按照他的想法，他是想到了香港以后，再把怎样解读的方法告诉我们。但可惜的是，现在只能靠我们自己了。冯老板，渡边先生，看样子最近很忙啊，生意一定不错吧？最近反而闲了很多啊。怎么，渡边先生来，不是来找我做生意的吧？我今天来，是打听一个人的。跟我打听一个人，是不是太抬举我冯某人了？你的人自然要向你打听。我的人？于德胜你很熟悉吧？是啊，于德胜是我的人。我派他一直追踪叶锦堂，但这2天突然失去联系了。他怎么了？我们在莱姆教授的实验室楼上发现了他的尸体。莱姆教授是谁啊？他怎么会到那儿去？
冯老板，你装糊涂的本领真是高明啊！可是谁会相信你一个做了几十年的老情报，会对这些一无所知呢？杜根先生，很高兴你能这样高看我，但我要说的是啊，如果我什么都知道的话，我今天所面对的局势啊，就不是这个样子。